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基金公司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新发基金到底值不值得买？基金公司看的是它新发基金最好是规模是最大的，卖的最多是好的。我会发现在新发基金之前，特别是一些大的基金公司，就是在研究报告这个领域，按理说研究报告是普通投资者不太会去看的，都是基金经理看。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的这个层次上，会有很多研究员开始写他的产品相关的东西有多好多好，没有人讲不好。从我毕业开始做，从业10几年，这么多年没有一次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哪一只基金不好的，从来没有过。所以说基金公司不会告诉你，研报也不会告诉你，研究员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会讲，通过经验来讲。那我们再讲这个新发基金值不值得买，没有一个答案是值得或者不值得，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简单答案的这个答案就一定不具备普适性，就是它一定没有深度，或者是说普适性，就是它不能去到别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值得不值得买，我如果说值得或者不值得，但是今天我们讲这个东西就不一定对其他的产品有用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分情况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股票型的基金到底它包含什么？我们就从这个最简单的基础来理解。股票型基金呢，包含的是被动跟主动。被动其实就是指数型的。假如说沪深300，它基金经理没有什么操作空间，它就是跟踪这个指数，所以跟基金经理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指数，除非它是策略型的，比如说300增强，那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它的历史业绩，它这个增强的怎么样，特别是在熊市的时候它是怎么增强的。但新发基金这种增强的，你又看不到它的历史业绩，所以这种又很难去买，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它在300里面会再增强，我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净利润超过多少的才更好，那我只选这个超过多少的，我才让它进入这个指数，是不是有一个指标，有一个因素可以让它去基于这个沪深300的指数去增强它的收益？但是它增强的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没有市场的检验，看不到历史，我们不知道，它必须要走一轮牛熊我们才能知道。对，可是我们新发基金没有历史业绩，这种我们也不会去做，没有意义。那就是被动型的呢，其实就是如果他发出来，他说我就是完全跟踪某一个指数，那比较好弄，我们可以看这个指数过去的业绩。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他现在如果有一个基金公司说那我就新发一个沪深300，沪深300指数老多了，我为什么要选你这个新发的呀？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没有必要去参与申购。它值不值得买？有很多广告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说它值得买，我们也不会去买它。为什么？市场上这个产品多了去了，我为什么要买你呢？没有必要，是吧？我们说被动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被动呢我们是会值得去研究的。比如说像当时科创50出来，它是一个新品种，它以前没有它相关的业绩，虽然它没有对应的产品，可是它是一个全新的指数。这种全新的指数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过去的业绩，我们用创业板50去代表它的历史业绩来去看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这一招。就当你一个新发指数出来之后，周期太短了，刚发出来没有任何历史业绩，看不到任何的周期的东西，我们怎么办？我们用可能相似的指数去看，讲说这个创业板这个位置太高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所以当时就没有去弄。所以分析这个新发产品出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值得或者不值得，一定要看情况。至于主动管理型呢，说实话一般情况下新发基金我们不会去参与的，就直接整个这个大类我都给否掉了。为什么？我们只参与了一种，而且当时我就讲参与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情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策略。我当时就讲那个位置比较高，这支基金的业绩不一定好，可是是个情怀，就因为它的基金经理太有名了，然后它这支基金的过去的业绩太好了，同时它是封闭型的基金，就是不容易说进去就出来。那在那个封闭期呢，问题应该不是很大，记得吗？东方红后来又开了一次，在开的时候其实它是盈利的，因为它市场又往下走，它盈利又回吐了很多。只有这个东方红，因为它封闭期是横跨一个周期的，所以还好。但是基本上主动这个大类新基金我是整个都弄掉，整个擦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会看到很多广告
直播的主播、财经主播会讲啊，这个基金经理业绩有多牛，他在某个方面有多厉害，但我不会去买。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即使他所代表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说他业绩真的很好，然后他的行业周期位置也很低，我也不会去买这只基金，尤其是新的。主动一般是高点发，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基金公司不会告诉你们的，就是基金经理卖的时候会用明星基金经理带一个不太那么出名的基金经理，经验不是那么高的，然后不是那么有名的，既然用明星基金经理去做广告，新发出来之后没有多长时间，不是换基金经理哦，就是说这个老的这个明星的基金经理就不管理了，剩下他带的那个人在做，明白了吗？就是他用明星基金经理去销售，用完了之后把他拿下来，就剩那个人，其实就跟这个演艺圈是一样的。一个新的电视剧想要火怎么办？有流量的人去带新人嘛，里面会增加几个人嘛，对吧？原来那个迪丽热巴不就是跟着那些流量的走，现在自己也成为一个流量小生了。所以主动管理型基金，我们不在它基金公司内部，我们不会去参与这种的新发基金，除非我们有能够看到它明确的历史业绩。所以主动这里我们不会去做哈。我们讲说新的基金哈，不是说是投资哈，就是新的出来以后，主动这个大类就给擦掉了，这个是基金公司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新发基金主动型你就不用看了，你再牛的基金经理我也不跟你玩，我也不会买你的基金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这样。我们不能说你肯定会有这样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确定，我们不能假设你每个人都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假设你每个人都是坏人。总之我不参与。那我们就剩被动了。那么被动的话，如果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类似科创50这样，我们值得去讨论的。这个是当时科创50，你们记不记得当时很多人讲科创50多有前景？你们现在可以回去2020年查当时的新闻，你们就查这个易方达科创板50发行，上百度查当时的新闻，如果真感兴趣回去查出来之后，你看当时的新闻是怎么讲，说它多有潜力，你看他们多会选时间，新发出来之后半年涨没涨？涨了，不是没涨啊。然后呢，你这种周期位置它不是最顶部，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品种其实什么时候发最好，是这种位置发最好的，你不能发出来就跌吧，那也太不像话了。科创板块，对呀，当时的时候所有的平台报纸全部在做广告，他们的营销费用花的是非常大的，所有的财经主播文章直播全部都在讲，你们知道吗？真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讲不能买。你看他们多会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稍微震荡一下上去，其实最好的是在这种位置发，但是他们也不能预知市场短期之内怎么走，但是基本上他们会选择这种位置。这种位置呢，就是说进去多少会往上走，然后就下去了，所以周期位置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朋友讲说，这种位置值不值得参与？我怎么讲？其实美股也是这样的位置啊，你说值不值得参与？我不知道，很难讲。你说这种周期位置它高，我们说低位进去嘛，它高，可是它依然有空间，所以你做趋势的话，可能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向。但周期派的话呢，也不是不能，那你看你多少仓位愿意去做，就是一个鱼尾巴。我刚刚发的那个视频就是关于那个美国的政治周期的分析，就是看你从政治周期来看股市。我们周期派就是我尽量能够把我所有的想去分析的东西都用周期的东西来给你们去嵌套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周期理论是可以外推的，是可以推向未来的行情演绎的。其实说实话啊，信息太多了，而且呢，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大家会有一个什么认知焦虑、信息焦虑，不仅你们，我也有。什么叫信息焦虑？就是说我总觉得我学的不够，好像是特别是 AI 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好像是更怕信息焦虑，好像怕这个东西我不会，怕这个东西别人知道了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看很多很多东西。但我跟你讲，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社会里，90%以上的信息是无用信息，新闻太多了，但底层逻辑的东西是很少的。我尽量能够在做我每一篇视频的时候，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就会扪心自问，这个视频再过1年看，我的读者会不会觉得没有用？如果他们觉得没有用，我就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再重新去思考，再去找更多的论文、期刊、书，看看能不能把它补充成一个理论，对未来有用。
我们刚刚发的那个美国政治周期的，你现在可以看，你下一个竞选周期4年以后看一样的。所以我的视频，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是跟踪到，就是我的视频是我真的花大量心思去做。你看美国的那一个周期的视频哈，没有多长时间，10来分钟，但是我真的看了好多书，中文的论文我也找了，英文的论文我也找了，最后是看的英文相关的书跟几个文献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可以从我的数据图可以看出来，那里面有就写那个论文之前的那一段的感觉，就是我要去查看别人的东西的，看他们的数据，同时他们的数据如果说比如说是更新到10年前，我要再重新更新到现在，就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希望我的东西你们能够跟踪到。我们再继续讲刚才这个里，所以你看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那美股现在也在这种位置，其实它很有意思。美国总统竞选应该在股市周期的啥时候啊？跟发行基金的位置是一样的。你说总统竞选，美国的股市对美国人民手里的财富的影响是很大的，跟发基金有什么区别？他要在这里搞的话，上台马上就那也不太像话，对吧？跟新发基金是一样的，他一定是希望选这种位置，或者是尽全力制造这种位置，在这种位置做这个拉票竞选。美国总统竞选跟新发基金是一样的，一样是看周期的，一般都会选这种位置，上升的尾巴，但不是最尾巴，是快尾巴，就是最开心的时候，非常快的时候。你们看我那个美国的那个视频，在竞选年的时候，一共是4年嘛，政治周期对吧？在竞选年的时候，竞选年那个平均的过去20个竞选年，它最后的那个竞选年的平均的指数的走势，它就是这么玩的。新发基金也是这种，特别是主动管理型的，咱们没法分析它，根本都好了。所以说呢，有的品种我们是值得分析的，像科创50，我们看一下周期位置。其实当时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了，当时就这个位置嘛，它不是最顶部，应该会是有行情，但风险不小，这种位置，对不对？前面这些理论全明白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不讨论债哈。新发的股票型的基金分2种，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主动我们不参与，防止它挂羊头卖狗肉。新发的哈，特指新发。那我们说被动这里呢，大部分以前是有相关的指数，我们可以分析这个指数啊，可能有这个指数，没有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新产品出来以后，我们值得去分析。可以看到这个指数过去的业绩，因为新的这个产品它毕竟还是跟踪这个指数的。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指数本来它就没有一个新的指数，这种就比较难分析，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其他的相关的指数。比如说科创50新发，我们不知道它的历史业绩，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业板去参考，用创业板的周期位置去看。所以可能是本来就有这个指数，没有这个产品，这种值得分析。至于结果怎么样，要看什么品种，可能连这个指数都没有，更别说品种了。那么这个指数出来之后，风险会稍微大一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业绩，可是我们可以用差不多的指数去看，这种才值得去分析。否则它像发这种老的本来就有的很多已经有了基金，没有必要去分析，不值得去分析。好，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